说感觉不太惊艳。很多网友给我推荐说，你可以去地心谷，甚至在网上看到过黄山归来不看岳，地心归来不看谷的说法。从恩施市区到地心谷没有直达的景区车，也是拼了个团，80块钱一个人。景区有30块钱的交通费，直接也是把人拉到了山顶。现在就是在景区入口看到的景观。今天的天气是阴天，入口有一个玻璃桥，如果从桥上通过需要80块钱。这个就是玻璃桥，感觉80块钱有点贵，还是沿普通的栈道行进。穿过这个岩洞，前面是一座吊桥。这个吊桥和上面的玻璃桥遥遥相望，但是如果走这个吊桥就可以省去80块钱，但是要稍微多绕一点路，大约10分钟。从桥上望向谷底，确实挺深的。我个人感觉没有必要走这个玻璃桥。过了桥，就是一直沿着悬崖栈道向谷底进发。这个玻璃桥也成了徒步人眼中的风景。这个是刚才免费通过的吊桥。地心谷没有恩施大峡谷那么大的名气，所以这个季节游客很少，全程几乎没有见到什么人。现在地心谷是免费的，所以感觉还不错。山谷里雾气缭绕的，有一些仙气。可以说地心谷的徒步强度比恩施大峡谷要小多了，悬崖峭壁上也有一些奇峰怪石。这个是白虎迎宾，没太看出来。这个太像是一个人头了，俯瞰众生的感觉。据说恩施一年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阴雨天气，不过走在峡谷中，空气还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是地心之门，现在可以慢慢的看到谷底的河水了。
通常来过地心谷的人感觉都不错，可能因为这里确实知名度不是太高，但感受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地心谷地形形成于2亿多年前。下面的潭水也挺绿的。今天倒是一直没有下雨，就是雾气有一点重。流水潺潺，我想夏天来这里应该是最好的季节吧，很凉爽。这潭水很像是一个爱心。在地心谷整个徒步的游览大概2-3个小时，地势也比较平缓，都是在栈道上行进，所以对体力的要求并不高。看着岩石一层层的，都是亿万年的冲刷。下面有一个地下暗河，走到这里基本就完全到谷底了。这里也曾是巴颜古道的必经之地，有着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。上面又看到一座桥，这个桥是魔毯，是连接2座山的一座桥。这个桥设计的比较有意思，25块钱，坐上去体验一下。桥上有一个传送带，人不用走，就直接给你自动输送到对岸，这里称作魔毯。坐这个魔毯过了山，前面基本就到达出口了，但到出口还要爬最后一段，但是有一个电梯，电梯高达108米，如果累了就可以坐电梯上去，而我最终选择了徒步上去。今天的地心谷圆满结束，明天腾龙洞。谢谢关注行走世界的老刘。今天到了梭布亚石林景区，免费，从恩施坐客运车来的，25块钱，直达景区。这是景区的导游图，里面一共4个景点，最远的景点离入口2公里，于是选择了直接徒步，省了30块钱的景区车费。这是路牌，最远的青龙台1800米。这个梭布亚石林是奥陶纪石林，
一会儿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奥陶纪石林的特点。这个景区里也有住户，但是没必要住在里面。今天还是阴天，不过远处可以看到一些云海。走了不到20分钟，前面马上就是青龙台的入口了。恩施已经连着几天阴雨天气了。梭布亚石林也是很多人向我推荐的一个景区。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游客。骆驼园景区，像骆驼吗？看一看，一个骆驼头，骆驼背。提到石林，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昆明的石林。很多人拿昆明的石林跟梭布亚石林对比，这两个感觉差别还是挺大的。昆明的石林更像是一个小公园，而这个梭布亚石林面积更大，生长在森林之中，所以更像是个森林的公园。而且这里的石头上长着植物。这里的人流也比昆明的石林会少很多。但这里石头的种类和大小并不比昆明的石林小。石林的缝隙间有很多的台阶，走上走下的，在青龙台2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现在到了莲花寨，这个是梭布亚石林最大的一个景区。这些石林看上去像是莲花一般，这是个莲花宝座。这些石头一层一层的纹理，都经过了亿万年的累积冲刷。这里的台阶不是特别陡峭，还算好走，但是有很多地方需要低头前行。现在下起了小雨，感觉这个石林造型更加多样。这是群蛙啸天，对着天空喊叫的感觉。这里是对歌台，左右各有一个台子，可以对山歌。
犀牛沟。索布亚石林的4个景区设计的比较人性化，如果你走累了，随时都有出口出去，直接坐景霄车结束。这个是坐井观天，钻进去看一看，抬头像是一口井。这里是一线天，前面有个女孩子，应该是在这里直播呢。一路上在很多景点都碰到过做直播的，我还让这个直播的小姑娘给我拍了个视频。很多人老问我谁给我拍视频，碰到谁就让谁拍呗，拍得好就用一下，拍不好也没关系，没人的话就可以自己拍，更加从容。啊，走走走。你也可以走。啊，我也跟着你走是吧？啊，看到了吧？我就是让后面的人帮我拍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然后再和自己拍的视频组合编辑一下。这个是墨子石景区第3个景点。这里面有个洞，要从洞中穿过去。前面这个出口更加狭窄，要侧着身挤出去。这个石头岩壁还是非常锋利的，真要小心点儿。我天哪，太窄了，蹭不过去了。感觉如果是个太胖的人，走这些缝隙还挺困难的。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景区九龙会，很多游客到这时候比较累，就不去这个景区了。其实这个景点还不错，这个造型像丹凤朝阳。这个是九龙会，以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大瀑布，把这些岩壁冲刷的非常有棱角。这个九龙会离景区入口很近了，看完这个就结束了今天索布亚石林的行程。这个石林
基本半天就可以游览完毕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